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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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对不起，宝贝儿，是我错了。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我希望我配得上你。我每天喷嚏连天，知道你在想我，而我也十分想你。我们不曾相见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走进科学，可是科学不让我靠近，所以我就进一点退一点，进一点退一点的研究。不负我终日思考，我终于找到了解说模型刻线设计容易让大家理解的方法。所以欢迎收看《教导诞生》第7期142工作室特供全公式高达模型刻线设计解说，走进科学，揭开模型刻线设计的神秘面纱。很多小伙伴在看大佬作品上漂亮的刻线时，只会哇，等自己一上手，一开始刻就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搞。搞着搞着，最后线条一乱，得到一个结论：我不会刻线。不会不要怕，有我在。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在模型上刻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好看？是为了科技感？是为了高大上？是为了细节？没错，实质上刻线要表达的是机体不同结构之间的接合缝、检修口、铰链，甚至是锁扣。刻线不是凭空想象的，随意在装甲面上刻画，它是基于逻辑结构存在的。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展示什么叫结合缝，我斥巨资提了一辆车。要说什么样的车才能算得上车，一定得选最好的汽车厂商古德沃设计师。买就得买 GT， 什么侧翼排气管、可升降式尾翼、欧翼式车门，能安排的全都给他安排上。车内设计得豪华，外形得能打，车身得用碳纤维材料，重量轻，说起来就牛逼。车主一看，甭管有钱没钱，都得先赞叹上一句 It's super cool。 这车要是开出去倍儿有面子。发动机少说得是5.5升 V8 发动机，带上机械增压，626匹马力，3.8秒破百，就一个字，快。换个刹车片少说得几十万软币，车身要是有一样便宜，你都不好意思开出去。你说这样的车一辆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也得50万美金吧。50万美金那只是定金，100万刀的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购车人的心理。愿意掏50万买车的车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50万。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买什么东西，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的买车口号就是只买最贵，不买最好。不是我买不起，我就是准备再观望观望。我们呢，可以对着实车和模型进行一下对比。原车能升降尾翼的部分反映在模型上，就是用了刻线的方式进行表达，以及后备箱和保险杠也是同样使用刻线传递出它们是不同结构的信息。感谢 B 站 UP 主，我是小黑帽提供了 SLR 精美素材。这里暂停一下，很多小伙伴们问加深刻线的时候如何判断原本刻线的宽度。其实方法十分简单，就是把推刀塞进线槽里试一试，如果有晃动的空间，就换一个更宽一点的。如果推刀在线槽里是恰当好吃的紧实，不要给我硬怼，就可以开始加深刻线了。在这条刻线上，我们最终确定是0.2的推刀，这个模型和原车比例是1:24。我们经过简单的计算，估计一下原车上缝隙大约是5毫米，好像有点宽，就强行合理一波吧。所以刻线宽度的设计也来自于审美以及原物体自身的设定，选择合适宽度的刻线才会在整体效果中提升高级感，不然会让人看着突兀。如果不是车，是更需要多种刻线来表达原物件结构的例子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战斗机吧。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战斗机有很多装甲拼接完成。感谢模型玩家 Tomcat21 老哥提供的素材。查找资料后得知 SU35 的全长大概是19米，如此巨大，想一体成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模型中刻线的设计也要结合实物，体现出不同材质的金属在不同位置发挥出不同的作用，用来区别不同装甲之间的结合。此外，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到处都是的小方块，实际上它表示的是各种各样的检修口。不仅是飞机，像高达这种科技配置很高的机体，
偶尔保养一下，应该也是合乎情理。所以检修口也是常见的一种刻线表达。在高达模型中，这种方块型的检修口还可以更多元化，比如拉长，比如钝化一下角，比如再加一个转折。再看看这个部位，这是舱门，但边缘上仍有一些小东西。这个表达的呢，就是铰链的结构。这同样也可以设计在高达机体上，甚至稍微改变一下，也可以用来表达装甲和装甲之间的锁扣。合理的设计基于实物样本，可以创新突破，参考实物设计的逻辑，然后随便给自己一个说得过去的设定就可以了。建议小伙伴们多参考大神们的作品，从模仿开始。我国伟大作者茅盾先生曾说过，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模仿又是学习最初的形式。大家先理解设计原理，然后再提升设计的审美，这对于刻线设计有很大帮助。下面就是纯干货时间。小经验一，锐角的刻线几乎不会出现在表达装甲结合缝上，或许有一些极少数需要刻 logo 图案进行分色的时候会用到。锐角的折线，不论是从审美上还是真实的生产设计上，好像都是极为不合理的，充满着怪异。可以对此进行一个优化，做成常见的类梯形折线。A 是锐角折线， B 是钝角折线，很容易就看得出哪一个更符合设计的审美。二，尽量减少平分一个装甲面的刻线，有这种平分的刻线，修饰起来就很难了，更别提十字贯穿，绝对是怪里怪气。推荐大家搜索黄金比例计算器，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分割比例下视觉感官是什么样子，可以输入不同区域的尺寸，全自动计算。有了一条不错的基础刻线，剩下的就好展开了。三，不要让刻线莫名其妙的消失，正常的刻线都是有始有终。比如这个装甲面，我加了这样一手的刻线，如果这里就停下，任谁都会觉得有毛病，它怎么就没了？这时我们要么在这个面到这里结束，要么给它一个延续，下一个装甲面继续。所以刻线的设计不是单一的照看某一个装甲面，而是要融合整体，协调也是根本。大家不好建立整体的认知时候，建议大家下一个 PS， 只需要折腾10几20分钟，基本上就能自己打线稿了。反正是自己能看懂就行了。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刷一波1，人多的话，我们会考虑出一部分这样的教程。当然，嫌麻烦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把模型的照片打印出来，然后在上面勾勾画画，效果也是差不多的。4，除非表达特殊结构，不要让细节多次重复。比如这个装甲面，我们进行了一个类梯形的刻线，看着还行，但是如果折的次数多了，可能看着就让人厌烦了。5，设计刻线没有灵感的时候，可以依托零件的外部轮廓，随意的画一画平行线，然后盯着发呆，看到眼花的时候，没准就突然抓起到一条顺眼的线了。除了零件的边缘，我们可以参考零件原本自带的细节，做点差不多的刻线，也会看起来自然许多。6，刻线选取宽度需要考虑模型比例，要随着装甲缝的变化而变化，不要一味的要宽要深，这时候该细就细。7，刻线不要太密集，刻线是增加细节的，不是塞满细节的。美术之所以有留白的美，就在于让人有欣赏的空间。8，两样万能的小点缀送给大家，一种是挖槽，一个装甲面刻完，如果感觉还有些单调，就可以挖一下。另一种就是日字形或者木字形的这种细节，不同分色下也可以当成警示灯或者其他感觉合理的特征。最后简单梳理一下刻线的全部过程吧。第一步，画草稿。第二步，参考焦老的诞生第6期内容，对零件进行画线。画线分2步，先用自动笔大概打个草稿，随后用圆规对铅笔线确定宽度，然后更深的画线。记得每一条参考线都要在其余对称零件上一口气全部画完。第3步，对着参考线的转折点打点，贴硬边胶带或者尺子底座。第4步，刻线。第5步，摁住砂纸撑色，完成，可以等待上色了。好吧，搁了这么久，真的十分抱歉。最近工作室也有些许变动，来了不少小伙伴，压力着实大了不少。在大家看不到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为以后能更好的给大家更新视频而努力。
很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没有取关我的观众老爷们，因为有你们，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我应该是3万粉的 UP 主了，谢谢你们。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全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